曾经在海鲜市场8000块钱的神物，如今竟然1000就能拿到了，快说谢谢麦克法兰！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鲨鱼分享。从片头不难看出啊，我是有些夸张了，不过确实啊，难掩我的激动之情。因为本期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由麦克法兰复刻的蝙蝠侠动画系列《蝙蝠洞》。无论对于哪一个版本的蝙蝠侠呢，蝙蝠洞都是它绝对重要的设定之一啊。蝙蝠洞可以说是蝙蝠侠的基地，里边储存着他所有的装备，还有一些战利品。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蝙蝠洞中的蝙蝠计算机，它基本上呢就是蝙蝠侠的另一个大脑，对于蝙蝠侠打击罪犯的方方面面啊，例如查询罪犯的档案，对人物进行面部识别，所有侦探故事中对于探案所需要的要素啊，用蝙蝠计算机呢几乎都可以完成，甚至可以说蝙蝠计算机呢是超越了蝙蝠侠移重装备、蝙蝠飞机和蝙蝠摩托等移重实用装备的更重要的蝙蝠侠的核心装备。在蝙蝠侠贴啊其他的选择，例如兽屋、蚂蚁甚至是蒙豆，但是这些品牌呢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呢将人物的形象成系列成同画风同比例的这样阵列出来啊。所以说目前呢还是很感谢老麦能把这些产品复刻出来，让大家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也是为什么纵使有很多人对这条产品线有着极差的印象，但这条产品线依然有着它独有的受众。首先呢是这款的包装盒，这儿我就直接采用了这种录播的形式，因为这个包装盒的尺寸呢实在是太大了。你看这包装盒对吧，跟我旁边那重口宇宙大帝比的它也不小了。顶上呢是一个 TS 的这么一个标，蝙蝠侠动画系列。那这儿可以看到，它依然是属于 DCD 和麦克法兰的这么一个产品。这样翻上来，大家就能看到啊，这里是个金标，然后这边是蝙蝠侠动画系列的蝙蝠洞，然后这里是一个蝙蝠洞的产品的一个剪影。背面呢就是整个玩具的这么一个展示了。那么咱们直接就看到实物。那么看到包装盒，大家也注意到了，本次的内包产品呢，除了蝙蝠洞以外呢，是去掉了当年的阿尔弗雷德人偶，反而增加了一个全黑色涂装的蝙蝠侠。阿尔弗雷德这款产品呢，之前是以单盒的方式已经出售过，所以如果你购买了这款蝙蝠洞呢，我还是很推荐你去找到这款阿尔弗雷德进行一个场景的搭配。产品本身之外呢，还附送了这样一套贴纸。那这个贴纸呢，并不是胶贴，而是静电贴，所以你来回的更换呢，它也不是那么容易损坏的，还是可以支持你自定义的。这其中的大部分贴纸呢，都是有具体的动画集数出处的。比如说像这个小丑鱼，这个男人的脸呢是迪克·格雷森的杀父母仇人托尼·祖库，这个装置则是在蝙蝠侠的噩梦这一集中在蝙蝠电脑上出现的。那么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你想要呈现的画面，然后粘贴在上面。不过很遗憾啊，我的记忆呢也是有限的，如果想要找到每一张贴纸的出处啊，那可能就得让我把 TS 重新看一遍了。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场景的配置。首先是蝙蝠侠常常会坐着的这把椅子，那么整个的造型细节呢，就延续了蝙蝠侠 TS 动画的这种非常简约的风格。整个椅子垫的部分呢，应该是一个软胶的材质，底部可以看到铭文呢是已经改成了25年的铭文。那么你拿下来之后呢，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球关连接的。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味是什么，不过可能是能让这个椅子在拉出来之后有一定的角度上的可动吧。除开椅子呢，主要的模块就3个。首先是最小的这个模块，主要就是一个柜子的刻画，本身也不能打开。顶上呢是有一个桌板，这个桌板在玩的时候呢，不要去施加太多的压力，毕竟它中间呢是一个中空的结构。地台本身的尺寸非常的巨大，上面是做了这种研磨过的石头颗粒的涂装。从底部看呢，整个地台就是这么一个空心的大水瓢。不过这应该是 DCD 时期留下来的问题啊，就不能赖到老麦头上了。蝙蝠洞的主体呢，就保留了这段楼梯上来到这个台面上之后的蝙蝠计算机主体以及旁边的侧柜，基本上也就是蝙蝠侠的工作区域。在主操作台的方面呢，老麦的涂装可谓是一丝不苟，包括键盘啊、摇杆啊、按钮上都有该有的涂装。不过整个桌面上唯一可以进行互动的部分呢，就是这个蝙蝠电话，你可以把它从这个操作台上给拿起来，里边还有按键和这个听筒的刻画。电话线的材质呢也比较接近啊真实的那种质感。虽说该有的涂装都有啊，但整体这个塑料的做工呢很不平整，正面这个接缝呢也不是很好看，只能说是老麦的正常发挥。接下来这个配件呢应该是老麦自己加的，就是这个巨大的背景板，我不知道原版有没有，不过整个背景板的材质呢就是3个纸板啊，加上这个几块海绵垫着，
整体呢，因为中间没有海绵，所以就会向内弯曲。虽然整块背景板提供的这种视觉上的纵深感很强烈，跟动画里的场景呢也非常类似，不过终究呢还是受限于原版产品的配置啊，只能作为是这个产品的一个天头。那么产品本身呢还附带了一个全黑涂装的 TAS 蝙蝠侠，并且去掉了原本老麦喜欢添加的这种人物身上的光影涂装。那么不得不说啊，去掉所有颜色之后，这个纯黑的版本呢反而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酷。而且这个面部的模具呢，实际上你仔细去观察，它其实是照比 DCD 时期的这几个 TAS 蝙蝠侠的头雕还是有所提升的。那么身体呢依然是用的这种老麦的这种油光料子，虽然把玩的手感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润啊，但整体这个料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粗糙。不过这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呢，反而让我联想起了基顿的蝙蝠侠战衣啊。况且 TAS 这个作品呢本身就是有意去延续蒂姆·波顿的2部蝙蝠侠电影所给人带来的这种蝙蝠侠的印象和美术风格，所以这个黑色的蝙蝠侠呢，我个人还挺喜欢的。玩具的素体呢，则是延续了 DCD 时期这个东拼西凑的素体，上半身呢有这个腰部可动啊，方便老爷去坐椅子。不过这个手臂的可动呢，就非常的一般般啊，主要是以完整性为主。到了下半身呢，则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可动性啊。这款的把玩手感依然是比 DCD 时期的那种硬质料子给我的感觉要好一点。不过毕竟老麦并没有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什么结构性的优化啊，所以说整体的可动性呢还是比较一般的水平。那产品的发光功能呢，是通过旁边附带的这个副台连接着主体的电线，从下部安装电池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开启。这里呢是需要你自备3节5号电池的，因为贴纸呢都是带有透光效果的这种静电贴，所以在灯光开启之后呢，整个屏幕上显示的感觉跟动画里的质感还是比较接近的。也可以看到操作台上的贴纸呢，也提供了不错的呈现效果。得益于不错的下盘可动以及这个胸腰部的可动啊，所以蝙蝠侠呢坐在这个椅子上还是能非常的自然的，不披风也不会对他的这个坐姿进行干涉啊。整体的手呢也可以把在这个扶手上，那你正常进行一个场景的摆放呢，适配度还是比较的高的。这时候呢，再把阿尔弗雷德里附送的这些小茶小碗啊，就放到这个旁边的侧桌上，然后再把阿尔弗雷德呢摆出这种正在打扫的样子。整个场景呢，在冷峻的气息下呀，瞬间就变得有那么点温馨。像是这个罗宾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场景之中，甚至是这个蝙蝠摩托呀，在这个地毯上呢，应该也是可以容纳的。整体的场景氛围感呢，就会变得比较充足起来。虽然在作品中的大部分时间啊，蝙蝠侠都给人一种孤胆英雄的感觉，但是有人在身边默默的支持他、陪伴他呢，也成为了他一直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就像阿尔弗雷德端茶啦、送水啦、嘘寒问暖了，偶尔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调侃蝙蝠侠，也让这个紧张严肃的工作场景呢多了一丝人情味儿。那么整款产品到这里呢，介绍的也就差不多了。毕竟呢，它不是一个主打可玩性的，而是一个这样的场景摆件。产品的主要受众呢，还是面向于 TAS 的这种忠实粉丝。毕竟整套产品呢，就是复刻于当年 DCD 的设计，所以说不上有多么高的性价比，或是多么丰富的玩点，但是能用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价格呢，复刻当年的这个天价神物产品啊，已经是让我这样当年完全没有机会入手这款玩具的玩家呢，了却了一个多年的夙愿。自从老麦开始复刻整条 TAS 的动画产品线呢，我的购买重心也就逐渐从它的原本的 DC 多元宇宙系列转向了这个动画系列。如果要做类比呢，它就像是变形金刚的 SS86 线一样，成体系成规模的人物共鸣呢，反而是大于它单体把玩的一个价值。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这条产品线上的很多产品的素质肯定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老麦呢把一款款经典的甚至是曾经遥不可及的神物呢重新带回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让很多当年抱有遗憾的玩家呢能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去收集起整条产品线。如果不是麦克法兰的重置呢，可能我永远也没办法集齐这条产品线。所以在老麦的版权到期之前呢，都是能玩到一款啊就是比较高兴的。也希望老麦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呢将整条产品线进行一个完整的复刻。 OK， 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